给你。吃吧，吃吧。穆飞，我来看您了。您放心，我今日特意选了无人走的小路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穆飞，您知道吗？我今日用一束花跟太妃们换了很多酥饼，奶娘说您以前喜欢吃，我就都给您带来了。穆飞，父皇今年又没有来看我。父皇是不是根本不喜欢我，所以才一直把我关在建安宫里的？母妃，我好想您啊！我勒个去！这是谁家的小 NPC 啊？哟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可爱的。不对，算了，我还在赶时间，下次再来逗逗他。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仙子姐姐。又是这梦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啊！哎呀，我的殿下呀，怎么还在发呆呢？陛下的生辰宴眼看就要开始了，您还不赶紧着些呀？再看看您这衣服，奶娘，已经检查过2次了，没问题的。哎，您上点心吧，这是备给殿下的寿礼，快拿好了。您赶紧歇着吧，别担心我了，我走了。东宫考核要到了，您今晚好好表现，说不定陛下就准许您参加了。我都知道了。这么多年，只有父皇寿宴之时才被准许出静安宫。宫宴结束后，得赶紧去药房给奶娘拿药。大哥还是这么爱干净。二哥还是这么不爱搭理我。哎，这不是平日时常念叨着见过仙人的三皇子吗？他都多久没出建安宫了？他这个样子哪像个皇子啊？嘘，轻点声，可别被他听见了。皇上驾到！平身，谢父皇下。今日虽是家宴，却也是群贤毕至，朕心甚慰。岱山，奏乐开席。诸位爱卿，随朕共饮此杯。二弟、三弟，随我一同去给父皇祝寿吧。
花瓣。又是幻觉吗？儿臣刘伶，恭祝父皇万寿无疆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子们还等着您呢。刘琦，近日学业如何？可还上心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在宗祠这几年不敢怠慢分毫，唯恐辜负了父皇的一片良苦用心。刘伶呢？许久未见，近况如何？儿臣近日食量不错，能吃2大碗饭。我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静安宫被封之后，许进不许出的。先前臣妾看三皇子消瘦，便差人多送了些凤梨过去。还是爱娘细心。刘伶，还不快谢过？多谢贵妃娘娘。恒儿，身为兄长，你该做表率，向你父皇与贵妃敬酒。爱娘有孕在身，就以参茶代酒吧。儿臣祝父皇万寿无疆，母后青春永驻，贵妃娘娘龙嗣安康。什么味道？袁贵妃，是恒儿哪句话说的欠妥吗？陛下，爱妃你怎么了？爱妃，臣妾的肚子好痛啊！快传孟太医！传太医！启禀陛下，娘娘脉象较快，述而有力，是实热。不过好在龙胎无恙。贵妃的脉象为何会这样？臣请查验贵妃娘娘刚才的吃食。准。回禀陛下，娘娘方才服用了人参熬煮的补茶。服此茶者，若吸食到辟寒香，便会如方才脉象般阴虚内热，起到活血的效果。而活血，乃是孕妇大忌。孟太医的意思是，陛下，还请陛下为臣妾做主。谁在用辟寒香？给朕查！启禀陛下，大殿下，大殿下身上疑似有辟寒香的味道。陛下，烦请大殿下交出贴身之物。闻之生热。启禀陛下，大殿下的方帕中确有辟寒香的味道。陛下，恒儿素爱洁净，只用檀香渲染的东西，绝不会有别的味道，更不愿沾染其他。刘恒，父皇，儿臣从未使用过辟寒香啊！大殿下的话好生决绝，难道这方帕还是别人的不成？哎呀，只是我肚中的孩儿真是受苦了，陛下。好好的深沉宴闹这么一出，真是丢尽了朕的脸面。陛下息怒啊！
袁贵妃身体有恙，未必与辟寒香有关，说不定和今日的菜肴有关。这些菜肴，不都是你派人准备的吗？没想到大哥贵为嫡长子，也有如此狼狈的一幕。的确是臣妾精挑细选的，可那些御厨老人可从未出过这样的差错。皇后，你是在怀疑本宫污蔑？不对，以大哥性情，绝不会行此事。我得帮他一把。父皇，刘伶，有话要说。儿臣今日蒙恩赴宴，尝遍佳肴，许是平日饮食清淡，吃完后竟有些暑热不适。贵妃娘娘龙嗣在身，珍馐难啖，许是一时犯了胃恙。儿臣清清白白，请父皇明鉴。启禀陛下。臣想到此事还有一种可能。说。娘娘今日可还去过其他地方？宫宴开始前，本宫曾在御花园里坐了一会儿。陛下，臣记得御花园有不少夹竹桃。那夹竹桃的花粉，正是辟寒香的主材。会不会是娘娘在御花园时？岱山，在。天亮之前，朕要是再看见一片夹竹桃，拿你试问。奴才遵旨。爱妃啊，日后要特别注意，万不可再沾染了。陛下。莫要再纠缠不清了，嫌皇家脸面丢得不够吗？陛下，陛下！岱山，御膳房以及大皇子身边的人都该换一换。遵命。刘恒，你的表现让朕很是失望，给朕好好在府中反躬自省，想明白了再说。至于皇后，失察之责难辞其咎。自今日起，岱山暂代后宫事宜，皇后就留在宫里好好反省吧。父皇，看来这后宫比想象中的更复杂。这一回，三殿下遇事颇为冷静，倒是没传言中的那么无能了。只要你答应帮本座一个小忙，本座愿为你医治宋娘子。啊？什么忙？上钩了，上钩了！本座斩妖时不慎丢了法器，名曰神石。我虽为仙，但如今神石丢失，便无法回归天界了。你要助本座找到它。19。扫描结果显示，感应到神石就在东宫。但我连静安宫都出不去。听说皇子同大臣之子都可参与太学院的入学选拔，而通过考核的皇子才能进入东宫学习。算算日子，是不是快到了？不过，因我幼时胡言乱语，大家皆认为我患了癔症。父皇顾及颜面，是不会让我参加考核的。更何况，我也只自学过些书，尚未系统学习过，不一定能考上，怕是无法通过考核。也不一定要考上，只要能趁机进入东宫即可。这些书你都看过了？有人曾对我说，努力就会有回报，只可惜我在这冷宫依旧无人在意。别灰心啊，身处逆境而不自弃，太妃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太妃们？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啦！行，这些就足够。先前奶娘的药和书是我店里的太监王宁帮忙买的，我去找他换这些食材来。
什么看一遍就能做出来？我好担心他走火入魔呀。应该不至于。真的成了。这辛辣味成了，但似乎还缺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嚯，包装也画上了。包装为猴我。哎呀，就是画风比较独特的签名。那是我现在这样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好了。我的天哪！有纪，这已经不是平替版了。对啊，这简直就是1比1的莆田版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留了一手，真的过目不忘啊！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太妃们出身各大世家，眼界极高，出奇方才能制胜。那仙子姐姐，这个面可有名字？那就叫它酸酸辣辣方便面。方便面，这名不错。樱桃肉、鸡里蹦、清炖肥鸭、荷包里脊、桂花鱼翅。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你们呢？刘玲，给张太妃请安。你来朱金殿做甚？我听闻张太妃您喜爱美食，准备了一道菜，请您品鉴。你耍我呢？给我一碗生的面。张太妃，这碗面您一定喜欢。紫甘蓝汤。这又是什么？你莫不是在里面下毒吧？不是毒，不是毒，是醋。张太妃若不放心，刘玲为您试毒。巧言令色，哼！吃人家的嘴短，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味道马马虎虎吧。说吧，你特地找我，有何事？太妃放心，刘玲只是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二。太复杂的问题，问了我也不知道哦。小时候，我时不时会收到些书籍，想来都是薛太妃送的吧？看来你也不笨嘛。唉，薛家满门公卿可谓是桃李遍天下，当今太学院的学士们不少都是薛家门生。你也知道，寻常书籍是禁止带入静安宫的。薛姐姐看你年幼可怜，便在纸上墨下书册，偷偷差人送来的。太妃娘娘，我如今长大，欲再进一步，想求您帮忙引荐薛太妃，教我读书。你不会是想参加东宫考核吧？不可能的，薛姐姐不会教你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刘卫的儿子呀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被刘卫关在静安宫的吗？行了，话也问了，我也吃饱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太妃娘娘。叨扰太妃，刘玲先行告退。姚姐，我们怎么就团灭了？忘了我们的 Plan B 了吗？唉，可惜我还准备了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炸里脊、焖黄鳝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干煸对虾。哎，可惜张太妃不喜欢我做的菜呀。慢着，
让我帮你引荐薛芳，也不是不行。Yes， 你明天再来一趟吧，记得带点新样式，不要被人瞧见了。好的，太妃娘娘。太好了。哇，好安静啊！张太妃不会不在吧？进殿看看。奇怪，为何这殿中没人？难道你张祖母也喜欢睡懒觉？刘玲，刘玲！薛太妃，好你个白眼狼，毒害张倩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毒害？薛太妃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刘玲，你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！请您明示。休与本宫耍花样！张倩自从吃了你昨日送来的吃食后，便腹痛发热。19，快去找找张太妃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何可说的？我有求于各位太妃，怎会失此伎俩？刘玲对天发誓，若是我毒害张太妃，就叫我永世出不了寒冰殿的大门。哼，发这劳什子毒誓也没用。我们这些人常年被关冷宫，还被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更是无权传召太医。这些年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全靠张倩医治。但如今他就躺在那儿，请不到太医。难道你让我们看着张倩难过等死吗？三殿下，你也听到了。不管这下毒之人究竟是不是你，我们如今都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想让太医院尽快派人来救治张太妃，只有借着皇子毒害太妃的由头了。太妃错了，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是否获罪，其实无人在意，但他们却不能放任一个皇子失了性命。若是皇子中了毒，太医当来得更快些吧。继续说。张太妃既善医术，想必应有些毒性微弱之药傍身吧。张太妃同你既无血缘之亲，又无养育之恩，你当真肯为了她错到这个地步？刘玲，这事不小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要的药，看你的选择了。各位太妃这些年来一直对我多有关照，这份恩情，刘玲一直铭记在心。今日之事，我自当给太妃们一个交代。刘玲，你疯了吗？别吃啊！刘玲，你快吐出来，不能喝，快吐出来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也确定了，别吓唬这孩子玩了。19，足料的花椒、泡椒、小米椒调制的辣椒汁，味道怎么样啊，小刘玲？张太妃，不过你可别怪我，都是薛姐姐她。临危不乱，坦荡无畏，还算合格。但把自己的性命当作筹码这种事，愚蠢至极。刘玲谨记太妃们的教诲。 19，让你去看看张太妃如何了，你怎么半天不回来？反正是太妃给的辣椒水，又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我也想看看。看什么看？
险些以为刘伶出宫为洁身先死，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哎，我的菜啊！这是谁干的？哟，这古人的化瘀药也挺厉害的嘛。师九，走吧，先去扫描一下药柜。刘伶，依你的情况，想参加东宫考核，还有一条路可走。薛太妃，请您帮我。若你有大学士举荐，也能获得考核资格。你将此信并此物交予陆凡，若他仕途顺遂的话，应在太学院有了一官半职吧。他会想办法助你。多谢太妃。你先下去吧。把手抬起来。耶，成功了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呆子。没办法，手气就是那么好。轮到我了，看我扭转乾坤！啊，怎么又是个1？不知三殿下何处寻来如此精妙的棋局游戏？是啊是啊，日日在这冷宫里待着，无趣的紧，正好转化下心境。不过这4人1手的精妙玩法，可有名称？有的有的，此棋名唤大富翁。哇，是机遇棋！刘伶，你是个有悟性的孩子，但你可知我为何一直不愿助你更进一步？还请薛太妃提点。无论是下棋还是其他，顷刻之间便能起万般风云变化，所以才需以大局为重，步步为营。你一开始就不占任何优势，还莽撞行事，看不清局势便往前随心所欲，此乃盲目。这便是大败的先兆，此其一。唉，看见一点好处，就想一下子吞下整个地盘，急功近利。要是在商场，裤子早就输没了。此乃急躁，此其二。小刘伶，为何从上一轮开始，你的风格便与之前恍如两人？我本想着太妃们是第一次玩这棋局，技艺生疏，若是输了恐会难堪。但如今看来，反而是刘伶自不量力了。看来3位太妃跟你玩得挺开心啊。那姐姐我就不管你了，也好好陪着长辈们下棋，我再去抓些肾宝。小皇子，你要加油！刘伶，到你了。善良固然可贵，但为博得他人好感而罔顾自己步步经营的成果，功亏一篑，此乃愚善。兵家大忌，此其三。太妃们今日所言，刘伶定会谨记于心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儿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太妃们实在厉害，刘伶输得心服口服。那是自然，我们若输给你这么个孩童，面子放哪里去啊？刘伶，我听闻你父皇将你的文章都收了上去。太学院今日已托人送来了考核推荐函。以刘卫那多疑的性子，此时定对你充满好奇。若将你放在静安宫不用，到头来反倒对他是种威胁。不如留在身边细细考察。但你可知，一旦出了这静安宫，
你将面临怎样的风云变化？大哥和二哥背后都有各自强大的势力支持。如今贵妃娘娘有了身孕，若是诞下龙子，有了父皇的宠爱，也将是太子有力的争夺者。三方势力彼此制衡，互不相让。但即便如此处境，我也想试一试。东宫考核每3年举行一次，考核内容分文、武、谋3类。这些书目与字帖你拿回去研究吧。10日后交予我文章1篇，与临摹的字帖3份。过几日会有御前问话，好好准备吧。10日后，刘伶定准时交予您。今日父皇待我的态度转变得很突然，这就是薛太妃所说的试探吗？仙子姐姐，奇怪，感应怎么突然消失了？仙子姐姐，刘伶，你们不是去追那圣了吗？为何？陛下，求求您了，陛下，您就让臣妇再见他一面吧。许是某位侯爵的家眷。陛下，退下！老夫人诰命在身，不得无礼。陛下，王姬他从未得过先帝宠幸，在这宫中无依无靠，到底过得如何呀？求陛下准许臣妇再看一眼我那苦命的外孙女吧。王太妃，什么人？刘伶，参见父皇。你怎的还未回宫？啊，父皇，那本论衡儿臣还未读完，等您忙完，想向父皇讨回去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妇这一生唯一的亏欠，便是对王姬照顾不周。如今臣妇罹患重疾，已到弥留之际。陛下，若能再见他一面，臣妇就死而无憾了。老夫人，这又是何必？求您看在臣妇昔日为代国鞠躬尽瘁的份上，恳求陛下成全呐。可是先帝遗旨，静安宫中的嫔妃永世不得出宫，也不许外人进入。朕作为儿子，不能违背先父遗旨啊，老夫人。根本没有这样的遗旨，王姬定是死了。刘伶，小心！杀人了！妖姬，你还好吗？刘伶，你做得不错，可惜恻隐之心太重。身为皇子，理应铁血果决。你就在这儿看着他咽气，练练胆量吧。他有诰命在身，留个全尸，通报魏国公府，把他领回去吧。但行刺乃是重罪，他若不想满门获罪，就去自领白绫。老夫人，王太妃是不是精通算术、存编、刻制？我是静安宫来的，她活得很好，也在思念亲人。
他此刻定是透骨酸心，就别打扰他了。老夫人若有遗言遗物，就交于我吧。薛太妃，老夫人最后的心愿，我想亲自传达。老夫人是笑着走的。天色已晚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就让王太妃一个人待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这一路多少难关都熬过来了，王姬会振作起来的。当年之事后，魏国公家还能站着，林家在军中的威望果然让人忌惮。这下刘卫找到机会下手了，他也是能忍。您是说，父皇是故意的？可叹老夫人一生随夫从军，光明磊落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薛太妃，我不想再像今日那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想帮你们。太危险了，你连出入静安宫都受限，怎么帮？何况元贵妃有孕，你还能过几年好日子都未可知。当然能帮。我想跟着您继续读书。倘若我真的能通过考核，乖刘伶，你有这份心足矣。宫外的世界远比你想的要复杂。我知道我的羽翼尚且稚嫩，但我会以行动证明给你们看的。你傻孩子。我问你啊，刘伶，明明刚经历完生死，你怎么看着那么若无其事？并非若无其事，我都记着呢，仙子姐姐。对逝者最好的回报，是活着的人好好的替他们活下去。刘伶，你只因议政一说，就被困静安宫数年，更亲见老夫人惨死于刀下，便知这静安宫外人心诡谲。在这宫内，你与世无争，无人视你为威胁。一旦你想通过考核去东宫读书，那就是别人的眼中钉。刘卫如今对你上心，这既是危险，或许也是机会。你以为如何？我的事可以再想办法，你先考虑自己的未来吧。既是机会，断然没有放弃的道理。我不想从生到死，一辈子只能困在这方寸之地。好，今日叫你来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进来吧。自明日起，你的时间不再属于你。小刘伶，寅时早起锻炼，卯时早读默背，辰时经世述数，巳时诗词歌赋，未时武学奇艺医术药理，申时考教复习，酉时至戌时绘画书法。诗词歌赋我来，医术药理张倩。至于商贾数算，我来。王太妃，王姬父亲经商有道，他亦见多识广。上次的事，他很感谢你。听好了，我只是闲来无事，帮薛芳看看。小刘伶，怎么了？莫非是被课表吓到了？眼看考核临近，你基础太过薄弱，我们才剑走偏锋，
给你定制了一套速成教学计划。教诲之恩，诚为过于天地，重于父母。刘伶只会向前，绝不后退。咱们这么做真的对吗？他在冷宫待着，也就窝囊一辈子。一入太学，我担心皮糙肉厚一小子就该出去闯闯。哼，指不定谁霍霍谁。想活下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去做那一飞冲天的龙。刘伶，我且问你，与子同泽的上岂曰无衣，与子同泽。上善若水，出自老子第8。《后汉书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并称前4史。蜀山兀、阿房出，夫衙300余。《论语》弟子记录流传共72位，《劝学》共1987字。才3日，你莫非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？咱们或许真的能教出一个天才。太妃谬赞，我只是记东西快些罢了。没想到这研究员把咱学生时代背的都放数据库里了。在上位不凌下，在下位不圆上。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？太妃拿的这本书是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有序，序中精彩之处不过3处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错了。为何？我是要问你，上月东市鸡蛋均价几钱？同一枚鸡蛋，去年冬至要价几何？5年前呢？25年前呢？我并非要刁难你，好好想想，明日再来见我。谢薛太妃。刘伶，你书也看了，还不依不饶地拉着宋娘子和王宁问了一宿，恨不得把50年前的鸡蛋价格都查出来，怎么还抓头呀？是查出来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课后作业没那么简单。你真以为薛太妃在考你鸡蛋价格？我没出过宫，阅历见识不足。薛太妃这是想借此提醒我，不要只会背书。但这是我的强项哦。19，准备好了。刘伶，过来。你读给我听，这是东市哪年的光景？甚是奇怪，如此盛情，为何鸡蛋价格竟是25年来最贵？和元26年，短短4年，为何价格却大相径庭？我懂了，挖掘运河导致赋税加重，务农者减少，进而导致4年后鸡蛋价格疯涨。可是这样，国策与民共振息息相关，彼此促进。文章、历史是先人经验，但书必须为君所用。万卷书要读，万里路也同样要走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我在想，原来神仙真的会造梦。以前有个小孩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记得他？记不清脸了，只记得他真是个烦人的小哭包。能被你记住，他一定很高兴。代国的繁荣盛世，总有一天你会亲眼见证的。
这就是你的答案。薛太妃，是我答错了。大事背后的真相有时很简单，微不足道的因素也可作为最关键的利剑。纸上得来终是浅。你功课背得很好，但治理天下不是背文章。我也希望你铭记，若有一天你手握权力，切勿滥用。多谢太妃，刘伶受教了。不过，我只给了你1晚上，能到这个地步，勉强算及格吧。刘伶，你又犯病了。文的按部就班，进度尚可，接下来就该武的了。太妃，您会武？我会骑马射箭。那您的武艺很高强了。我是说，我只会骑马射箭。问题是，这金安宫本就匮乏，连头驴都没有，上哪儿去找马呀？看来是时候找个帮手了。在殿内等我。马是个瘦马，弓箭也是初级。也罢，都试试吧。这个初级弓，我都拉不动。步行倒是不错，但还不够。再过几个月就要考核了，能练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刘伶，王宁刚来传话，说最近宫里查的严，得过上2天。可现在是最需要补身子的时候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刘伶，醒了。刘伶，哎呀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慢点儿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张太妃，我这是……你呀，最近累着了，养几天就好了，之后可别那么拼了。真的吗？喂，东西拿来了，人呢？你好好躺着，我去看看。还当自己是以前呢？鸡汤拿来了，钱呢？钱？我不是让趁心送去了吗？就那么点儿，当打发叫花子呢？就是，这冷宫啥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可是冒着杀头危险帮忙，你们还敢讨价还价？此处偏僻，鸡汤想必得来不易。二位，这是用上好的丝缎织成的香囊，拿去京城的锦绣阁，定能卖得好价钱。等一下，薛姐姐，不可以给她，这可是你母亲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把鸡汤给我。哎呦，不得了，这贴身的衣裳是真丝织的吧？二姨天作五，算个彩头，怎么样？放肆！不成便算了，这鸡汤我得再考虑考虑。刘伶，你做什么？你，敢对皇子动手？你长了几颗脑袋？殿下，我们不能对您动手，可是这鸡汤，哎，掉了。
查闻冷宫藏有禁品，搜一搜吧。你敢？殿下莫怪，职责所在。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你故意的吧？听说这殿里曾有位太妃上吊自尽，冤魂不散。奉劝二位尽早离开。有鬼！当我们是傻子？刘玲，你配合我施法吓唬吓唬他们。他来了。别过来！有鬼啊！薛太妃，我不止晕倒那么简单，是吗？此事我们也没必要瞒你，刘玲，你不只是单纯的劳累，你的经脉废了。经脉废了？你经脉许是先天残缺，日后不能习武。不止这样，体力会渐渐衰退，连重物也不能提。如同废人。就算找到珍贵的月云草，我也只能替你延缓衰退。张倩没法子，不代表旁人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去找他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你随我去见个人。若说这静安宫还有人能救你，就只剩他了。传闻萧太妃幽居在飞霜殿，从不与外交往，神秘叵测。这气味好难闻。是萧石。怎么回事？到处都是烟。莫非是刘卫？他想动手了。先回去。有杀气。刘玲，不行，此处空旷，我们这是活靶子。先进去。薛太妃，跟我来。刘玲，低头。李子，我在明，这样下去迟早完蛋。有了。找到你了，刘玲，身后。往左，这店里不止一个。小心，再往左，往右。这样撑着不是办法，我们得想办法反手围攻，揪住他们的狐狸尾巴。飞到，同时分队。走，别管我。刘玲，
先天之气。逍遥，薛太妃，我说过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不碍事，这是我欠他的。刺客用烟雾只是想引走你，看来不是刘卫的人，他定是冲着刘伶来的。但为何？莫非是那叛徒回来了？现在安全了，你们走吧。等等，逍遥，今日来，我是想让你看看这孩子。刘卫的儿子，哼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莫非你还不死心？还想把这冷宫搅得天翻地覆才肯罢休？你明知我从无此意。自欺欺人，他们都是你的赌注罢了。你曾许诺的那个温暖、自由，每个人都能死得有尊严的静安宫，早已被谎言击碎了。我不必再说了，我倒也可以帮他。明日开始来我飞霜殿，以内力为他重塑经脉。但考核就不必去了。你，机会仅有一次，要不要我帮，自己选。你想好了吗？别有压力，无论你怎么选，大家都不会怪你的。如果我不去考核，你的神识怎么办？还有太妃们、奶娘，他们又能等多久？命运得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榴莲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就是高考吗？下次再去呗，哪有命重要呢？尝过做笼中鸟的滋味，你就会明白，有些东西比命重要。考生进场。是不是有点像花灯？要不说是考试，我还以为是庙会呢。能参加东宫考核，在座诸位皆是出类拔萃之人。第一部分文试的题目已在我手中，只是今天不考这个。圣上到！陛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宣布，东宫考核文试考题为：这是什么？才灯谜。四周所挂的就是诸位考题。花灯由低到高，难度不同，高者愈难，计分也越高。这甲乙丙丁，便代表了题目难度。榴莲，选这个。考生依次选取花灯作答，当场判对错，答对者即相应题目分数。3轮循环猜谜后，木板上总积分便是诸位文试分数。本轮结束后，淘汰一半考生。都听明白了？3声锣声后，文试正式开始。是。
君乃赈灾钦差大臣，今有赈灾之银1万两，灾民50万众，欲安置妥善，当耗费几何？原来如此，看似儿戏，实则是在考我民生统筹，术数配置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买粮食全给灾民不就好了？1万扔海里能听个响，扔进50万灾民里，烧了建不起来。那你说花多少？要我说，1分都不送灾民。考生刘玲作答完毕。刘玲，这是何意？这1万两实与灾民为零，却未说不用赈灾银两。于灾民，银两能缓一时，却无法治本。且银两一旦撒向民间，屯粮商户坐地起价，赈灾之款不但肥了无良商人，更可能加深百姓贫困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想彻底解决，考生以为，当以这1万两为本，挟官府之威，从地主手中采买田地，再将之免费吝与灾民。如此，灾民有了田产，朝廷得了民心，地主丢了便宜，乃双赢。使居者有产，使产者心向朝廷。有点意思。3殿下，记1分。看来不用担心这小子了。时辰快到了，赶紧动身吧。我们只有1个时辰。最上面这个灯笼可记几分？10分。这是最难的题，只剩这点时间，本官建议稳健行事。赌场上下注越少，亏的越少。10分，就要他了。陛下，看来这文氏大局已定，不如先回殿歇息。不急，再看会儿。最后一轮，3殿下敢采这样的灯，颇有勇气。不，勇气只是认知不足的代偿。更何况，这道题从不是侃侃而谈能解出来的。就凭刘玲现在这样，怎么办？时间到！白卷，还是这道题。殿下你不要命了？此题，等会儿。为何交白卷？你最好说出点门道来。若因为时间不够，准备拿歪门邪道滥竽充数，你可知欺君罔上是什么罪？回禀父皇，一片空白便是我的为君之道。父皇，儿臣愚见，为君者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应抛开前人想法，从本心出发，不偏不倚，不慢不支，如白纸一般。继续说。为君者，
胸怀更因海光天心，容纳百川，能放得下一滴墨水，更能装下整片星穹。区一张白纸，就算写满了，怎能抒怀一二？此乃儿臣刘伶的为君之道，字字句句发自肺腑。好生刘伶得分。开朝太祖曾遭奸人围困，遁入山林，风餐露宿数月，暗度陈仓，才有了此番丰功伟业。今日尔等要效仿先祖遗风，跨上战马入林狩猎，30匹雄鹿已散入林中，挂着各色石坠，猎取红绸即可得分。考核时间为1个时辰，只有10人能进入太学院，请诸位做好准备。练了那么久，也算是能左右开弓了。能够确定神石就在前面树林。刘伶，务必量力而行。这不受宠的风皇子，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闯到了这关。可惜啊，这最后一门考体力，病秧子还是趁早卷铺盖回宫得了。不如玩点有趣的。这。二哥技高一筹，你也不错，可别输了下去。二哥，这。深呼吸，我可以的，再坚持一下。哟，这不是尊贵的三殿下吗？哼，三殿下收获颇丰啊！我们岂不是要输了？你们想抢？我们怎敢对皇子动手？是您送我们才对。欺人太甚！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，还想勒死我？打了吧你！休想！找死！抢走彩带就好了，毕竟他是皇子。走。那他管不了那么多，谁应该死不了，赶紧的。
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找到了一味药方。药方？我觉得还是……但是，它只能暂时压住你的伤势。一旦出现什么状况，或是药效结束，病情会复发，会恶化，到时你的身体就需要承受加倍的痛苦。没问题，我只是个凡人，要想追上你们的脚步，就必须破釜沉舟。我有这个信心。刘玲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神识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的身体……仙子姐姐，请把药方告诉我，拜托了。刘玲，醒来！吓死我了！炎帝充血，那药快要失效了。刘玲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考核还没有结束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这身体，万一再遇上危险，你会死的。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在这冷宫这么多年，从挣扎到麻木，到最后以为那便是我的宿命。直到你出现，仙子姐姐，是你开始让我相信，我真的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。是你给予了我打破藩篱的勇气。刘玲，所以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哪怕前方满是荆棘，我也要走下去。罢了，说不过你，但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在我的视野里。但凡有个三长两短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可我们还得继续追神石。我知道。等一下。小心！风来！这路怎么突然跟发了疯似的？你看，肯定有人对他动过手脚。还不止这一只。